2月24号，外交部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详细阐述了12项内容，引起全球高度关注。中国在关键时间节点主动发声，有何意义？文件内容有哪些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呢？康先生，这份文件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是过去1年来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各项表态的一个凝练和一个整合。那么这12点，我们看其实表面上看它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全面而且自成体系的。前4点呢是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还有启动和谈，是这个针对危机本身的。针对尽早结束危机本身的一个中方的一个设想。那么后面呢有7点是针对这个危机的这个外溢效应和这个内生的这个效应。前3点呢是这个针对这个战争在这个乌克兰内部造成的，比如说平民的伤亡呀，比如人道主义危机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后4点呢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危机的它的外溢效应，比如说这个战争潜在的升级。无论是这个横向的这个升级，还是纵向的核升级，然后包括说这个粮食外运的问题，供应链稳定的问题，等等。最后一点呢是提出了一个关于战后重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中方的这12点这个声明呢，实际上是它构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综合的一个体系。我觉得从立场文件本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始于尊重各国主权，然后结于这个战后重建，是我们在想到战后重建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中方已经表态可以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立场文件本身呢，是我们着眼于乌克兰危机结束，怎么去结束它，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们怎么去重建它。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是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的各方发表的声明和文件里面最值得大家去关注或者是去重视的一点。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也不是参与方，为什么各方会如此关注中国的这份立场文件呢？孙先生，这场危机已经延伸到全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事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全世界相关各方，包括大国小国，都深受其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全球性大国，那么各方对中国有期待，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一个责任。另外呢，就是说各方之所以关注中国的立场，是因为他们认为中方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24号之前的1周，实际上各方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慕尼黑安全会议，包括泽连斯基总统在欧洲议会的演讲。然后美国、俄罗斯总统几乎是隔空喊话，然后呢，联合国这个第77届联大的紧急特别会议实际上也有相关的一些声明。那么实际上在这所有的声明里面，中方的立场文件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一个我不能说是个总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上是跟我们这个设想是一致的。就像王毅主任所说的，我们在听各方的声音。然后去看各方的立场，然后实际上我们是寻求最大的一个公约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立场文件是在凝聚国际共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那么从上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的时候呢，王毅表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更不接受第三方胁迫。那么再提3步，对于中俄关系，对于当前的局势有着怎样的意义？孙先生，其实美国和一些欧洲的国家都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一种类似同盟关系，也就是说，包括刚才谈到说这个为什么美国在这个俄乌危机过程中老是针对中国，就是甚至有些这个美国的政客认为说，只要中国告诉俄罗斯你停手，然后这个危机可能就结束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中俄是2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你不能说美国或者欧盟说你跟俄罗斯说一说这个事情要不要解决一下，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说服力，因为俄罗斯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第三方的干扰不会影响或者是阻碍或者是损害中俄关系，那么第三方的胁迫呢，也不会说让我们就是改变中俄之间这种外交关系的基本的准则。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实际上
就是向第三方展示了中俄关系内在的自主性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有限度的角色。俄乌冲突满1年了，西方一直预告的俄军的春季攻势至少没有在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到来。那么现在俄乌战场上，双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攻守态势呢？康先生，总体上来说呢，这个俄乌双方呢都处于一种防守有余，但是这个攻势不足这样一种态势。这也跟其实跟双方现在采取的一些这个战略也是相关的。在俄方呢，他当然是希望这个利用他在这个乌东地区建立的这些所谓的瓦格纳防线。去这个进一步的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对于乌军来说呢，他现在要等待这个西方的大规模的军援到来，来这个真正攒够一波能够发动攻势的这个部队，他现在没有这个实力去这个发动大规模攻势，所以说现在双方呢都处在一种都想攻，但是又没劲儿攻，但是防守呢好像又都还能防住对方，所以处于一种新一轮的僵持。再有一个，就是到春季的时候，其实不适合呢进行大规模的作战，因为呢乌克兰这个地形比较奇怪，就是每年呢有2次翻江期，那到春季的就是1次。大地呢解冻之后，满地都是泥泞嘛，而且乌克兰这个泥泞是很厉害的，它经常的泥地就是有将近1人深左右。你像履带式车辆都很难通行，更何况轮式车辆，那你靠步兵去进攻嘛？那不在炮火之下就纯粹是找死了。所以所谓的春季攻势更多的是乌克兰方面一种表述，也就是说他要可能这么做，再这么去做。再有一个就是美国给乌克兰不断的施压，就是你必须得发动1次攻势，让我能看到你的能力，这样的话我好说服呢我的所有盟友包括我自己给你提供了援助。所以这使得呢乌克兰可能会接下来表示一下，但是呢他基本上不会采取了多大的这种进攻力度，也没有那个能力。孙先生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上的走势有什么样的预判？这个大概我觉得是很难一直持续下去，然后这个一直打了很多年。因为谁也不允许。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双方在酝酿，尤其是乌克兰在酝酿1次大会战，就像克劳塞维茨讲的，以会战来决定成败。可能西方和援助乌克兰这些国家也不允许说一直这么下去，他们尤其是实际上决定战场中的态势的一个是人力，就是说有素质的、经过培训的兵员，加上自己的武器装备和情报系统、后勤等等。这个其实援乌的联盟在第9次会议的时候，实际上主战坦克一类的大型的武器，应该是在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可能会在乌克兰成军。这个时候有可能乌克兰会发动一个决定战局、扭转战局的一种会战。我不太能够设想出双方能够通过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来决定一场战，就决定这场冲突的一个走向。我认为双方实际上可能都想，但是实际上都无法做到。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战场上打是打不出名堂来的。对，这一点实际上我想已经是可以看出来了，还是最后要通过政治解决。那么从这个西方的角度上来讲，美西方的角度上来讲，现在确实是在不断的提供援助。石先生，您怎么看？西方现在从提供的这种能力来看还是让它能够打下去。因为呢，乌克兰现在呢很难建立起来一套完全的军事体系。因为呢，西方给他提供的这些都是今天一点，明天一点，让他能够在战场上撑。那么至于像其他的这种重装备你如果不成体系，那也不行你光给坦克，数量又不多，而且呢还是各种的，有美制的，有德制的，还有英国制的。那大家这对后勤维修实际上要求的非常之高了。那再一个，你光靠坦克也不行你给它配步兵战车，那配了步兵战车，你还得防空袭那你得配防空导弹系统，野战。这还不能说是要地防空的导弹系统，你看像现在西方给提供的那些防空导弹系统跟不上，无法呢提供野战防空。那你提供了野战防空以后，那你还得防御呢，它被别人给打掉，那你是不是还得提供了这个作战指挥系统以及呢你的空中支援能力？
他这个一套大了去了，那等于你帮着乌军要建立什么呀？一套全新的作战体系。这个西方呢是否能够给乌克兰，以及呢乌克兰是否有时间去玩得转，这是很难说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很难打下去的状态，但是仍然就是在这儿硬撑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路？会不会说今年再尝试一下打一打？那么不论打到什么样的结果，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去寻求某种政治解决石先生怎么看？这个实际上还挺复杂，也不能说是一下子到今年年底。他要看具体的情况，战场还是挺重要的，否则的话没必要打仗了，是吧？那么现在的普京啊，他实际上也是有这种希望的，就是说明年可能会换一个人，换一个人的话，你比如说特朗普，他成天喊着他一上台要结束这个俄乌冲突，你别说这个对普京的影响还是有的。当地时间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美国除了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价值2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还和欧盟分别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而另一方面，由于波兰的阻挠，欧盟差点赶不上24号这个关键节点。但显然，为了跟上美国，这些都是欧洲所必须牺牲的。路透社援引一名参与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非公开谈判的欧盟外交官的话说，这就是目前欧洲的处境。就好像西摩赫什最新爆料的，美国炸毁北溪管道，也是让德国没有退路，与美国为伍的步子走得更坚决一点。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持续发酵。事实上，去年10月，瑞典就已经宣布有关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完毕，但由于调查结果涉及国家安全，不宜对外公布。近日披露美国秘密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知名记者西摩赫什指出，美国情报部门2021年12月就开始策划破坏北溪管道。经过数月谋划，拜登最终拍板，美军人员去年6月潜入海中安放炸弹，9月挪威海军的飞机投掷声纳浮标后引爆炸弹。The way they put it, that pipeline, the Russian gas, was a weapon for the Russians. A weapon, and once you took away that weapon, West Germany, if West Germany could not open up the pipeline anymore, and Germany rather, and the European allies of NATO, well, then they'll keep on supporting us in the war. They won't have the option of saying we quit. We'd rather have Russian gas than join you in a war that you can't win. And that's what I think the dominant thinking was.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发表分析文章指出，虽然赫什的报道十分引人关注，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目前仍对赫什的报道保持沉默，甚至进行封锁。I think the Hirsch article is very credible, and while it has been rejected by the U.S. And other governments, they haven't provided any single detail disputing the article. And I must say, they make a lot of sense. Here's what we know about this that's really important. This terrorist attack had to be carried out at state level. This is a very hard to do attack. The pipeline sits under roughly 90 meters of sea level. It is a big, thick, heavy steel encased in even bigger, thicker concrete. It needed a lot of explosives in order to blow up the 3 of the 4 pipelines. Apparently, part of the event did not succeed, in fact, because clearly the intention was to blow up all 4 of the pipelines. But that shows how hard this was technically. So there are only a very few governments that could do this. The United States obviously being one.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也表示，欧洲在此问题上的沉默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很显然，欧洲领导人也怀疑此事是美国干的，欧洲方面必须对北溪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Von der Leyen said, "Oh, we need a proper investigation and we need to deal with the culprit." But all of a sudden she went quiet, and now the Europeans don't want to know who did it.
because they obviously suspect that the Americans may have had an involvement in it. 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角度来讲，如果北溪管道建成并且成功的运行，以及从俄罗斯方面输送源源不断的油气往欧洲方向往德国方向，那么对美国而言是对美国在欧洲战略利益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如果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能源的这个纽带更加的密切，这将有可能将欧洲一定程度上推到俄罗斯那边。而俄罗斯方面也多次表达希望美西方彻查真相的声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西方拒绝俄罗斯参与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且不允许俄罗斯自行开展调查。不过，俄罗斯会继续努力防止西方国家阻碍相关调查行动。关于这个北溪的事儿，这个 Seymour Hersh 他的说法，美国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愿意报道。就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在美国有任何一时激起千层浪的效应。基本上，如果你不特别关注这些事儿，不关注俄罗斯的媒体，这个事儿就不是一个事儿。我自己每天看美国的新闻，听美国的这个报道，没有看到任何主流媒体的报道。具体的真相目前肯定是不会知道了，但是我想迟早大家会知道这个真相。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日前表示，俄乌冲突使西方暴露其极端手段。无独有偶，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此前透露，有美国知名媒体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总统拜登有一份所谓毁灭台湾的计划。虽然台外事部门连忙澄清，称所谓毁灭台湾的消息未经查证，认为这绝非事实，但该言论仍在岛内引发一片怒火。有台网友痛批不能再被政客出卖了，有台湾学者对此表示震惊，呼吁台湾人要觉醒。事实上，最先披露这一消息的人是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加兰尼克松，他同样也是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他在推特爆料称，自己通过白宫内线了解到这一消息。当问到还有什么比新保守主义的乌克兰方案更会造成灾难性事件时，拜登对他说：“你还没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方案。”由此可见，这一消息来源是比较可信的。我觉得他这个背后逻辑其实就是说，美国方面将台湾视为对抗中国大陆的碉堡，以及视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他们所讲的不成的航空母舰啊。美国方面非常担心，一旦未来两岸之间发生战事，那么台湾岛内这样一些对美国而言相对比较重要的这个新兴科技的产业，恐怕会拱手让于中国大陆。美方对此是非常担忧的，他们认为这将使美国更加依赖在相关产业上对中国的这样一个依赖，所以说这是美方不能接受的。从这些意义上来看，台湾不仅是在经济上、科技上，同时也是在安全上对抗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事实上，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多次出现过所谓的弃台论。台北市议员徐宏庭近日在政论节目中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此前在国务院任职时，曾转发美国学者保罗·肯恩的一篇文章给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看，大意是说用台湾跟中国大陆来交换对美的债权。希拉里当时回应称，这个想法很有趣。所谓弃台论源于10年前美国学界的一种理论。2011年，哈佛大学学者保罗·肯恩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两岸统一无论是否动武，已势不可挡。美国应该在还有筹码谈判时，用放弃台湾来交换中国大陆放弃对美债权等利益，避免有朝一日事态演变到美国不得不接受同样的结局，却一无所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对深圳卫视表示，美方对于未来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的研判，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美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一直在讲如何珍视与台湾地区的各方面的联系，它的本质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美方的利益存在，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岛内的民生民众的生命安全。它其实是更多是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置于岛内的和平稳定，置于两岸的和平稳定之上。这是拜登政府以及前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根本的利益考量。
岛内有关人士不应再继续盲从美国方面的这个命令，而要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未来两岸如果发生冲突，美国会不惜牺牲台湾的利益，而不会真正的来保护台湾。所以未来来讲，两岸之间的关系和平是系于两岸的人民，而不是系于华盛顿的命令。美智库预判，激烈战斗后，俄乌冲突会再次走向冰冻期，以战促谈为何不现实？俄乌战场僵持到底还会持续多久？美国不顾欧洲盟友利益，反复挑动俄乌局势升级，一年来到底攫取了怎样的利益？从鼓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到惊爆摧毁台湾计划，美国在全世界点火制造混乱，何时才能收手？决胜制高点稍后播出。中方努力劝和促谈，而美方仍然是在火上浇油。俄乌冲突1周年前夕美国总统拜登突访乌克兰，康先生如何看待拜登此举？根据美方的报道呢，其实这个拜登这次访问乌克兰呢，实际上是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这个策划，而且这个一直是保持了高度的机密。那么拜登这个在这个访问波兰的同时呢，顺访乌克兰，实际上他我觉得有3个目的，就是第一个目的呢是他的国内政治的原因。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共和党掌握了众议院，特别是这个以这个麦卡锡为首的这个新任的众议长呢，在这个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呢，实际上提出了一些质疑。拜登就希望用这个访问乌克兰来实现他对国内政治议题的一个主导。第二呢，它是一个同盟管理的问题。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特别是这个这种危机升级的这种可能性逐步增大，美国的一些盟友呢，他们都希望这个尽快的让乌克兰接受一些比如说这个牺牲部分领土的这样一种和平协议。那么这个拜登这个时候访问乌克兰呢，实际上也是为了给这个乌克兰吃下一个定心丸。第3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拜登的个人或者他的家族在乌克兰有重要的利益。我们说，实际上那个早在这个拜登当选总统之前呢，拜登的家族呢就已经长期的这个深耕乌克兰，他在乌克兰有大量的这些能源的这个各种产业的这个利益。所以说他其实这个时候访问乌克兰呢，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他个人和家族在这个乌克兰的一个长期利益的需要。他主要是鼓劲儿去了，然后呢给泽连斯基许了一张呢非常大的空头支票。那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另说，但至少这次去在精神层面上能够起到这样2个作用。一呢就是给泽连斯基打鸡血，那就是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泽连斯基。那这样的话，泽连斯基对拜登呢肯定是感激涕零啊。那有美国的支撑呢，使得泽连斯基的对抗俄罗斯方面变得更加强硬决心呢也变得更大，这使得俄乌冲突会继续下去，而且呢还有升级的迹象。第2个呢，那就是现在美国呢把自己的这些盟友整合在一起。现在欧盟的这些国家，说实话，一个一个的都不是很积极，都在往后退。拜登这次去其实呢是对德国、法国还有意大利这几个去进行了警告，还有呢就是把他们强拉上来的。前2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停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也是美俄之间最后一个军控条约了。俄方此举有什么考虑？能够达到目的吗？我觉得这个普京在表述这一段的时候，用词非常非常谨慎。他不是说要废掉这个条约，而是说暂停履约。然后呢，如果时机成熟呢，我们再回来。为什么要暂停呢？是因为这是不对等的。就是乌克兰拿着这个美国援助的一些武器，不仅是监控这个俄军的一些战略设施，而且对俄军的战略空军基地进行了空袭。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条约里面，其实就是相当于说这个名不副实了。为什么他那么谨慎的去表述呢？我觉得还是在用，核的问题来作为一个筹码，就是说，其实我们跟北约、跟美国的事情不仅有乌克兰，还有别的事情。那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放在一起谈？也就是说，拿这个作为筹码来换取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方面做出的一定的让步。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这种可能性
或者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再来聊一聊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策划炸毁北溪管线事件。对于这件事情进行真正的调查是可能的吗？会不会又不了了之了呢？康先生，不调查是肯定的，不调查是肯定的，是肯定的。那个这些拜登政府的这些核心的这个战略决策精英，在奥巴马这个政府任职期间呢，就策划过这个秘密援助这个叙利亚的这种叛军的这样一系列行动。其实所以说他们搞这样的这种秘密的破坏，哪怕是针对自己核心盟友的这种破坏呢，是很有可能的。他们确实很偏爱这种手段。那么至于针对这种进行调查呢，当时没有调查，以后也绝对不可能再调查了。这个事儿很大程度上，我们说这就关系到这个，其实美国和这个丹麦、瑞典、挪威等等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军事和情报部门的联系。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这情报部门呢，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美国情报部门的海外的派出机构。我相信这个拜登的团队，说美国的这个战略或者安全的团队里面早就在想这个事情了。这个在川普政府时期就非常明确的，还对这个北溪2号的相关的德国的公司进行了制裁。为什么这个美国对于这个管道那么重视？就是因为美国一直在防范德国和俄罗斯重新联合在一起。实际上这里面就涉及到老欧洲里面强调的一个概念，叫做欧洲的战略自主。欧洲战略自主之后，肯定是要跟谁要自主？肯定是不是跟俄罗斯要自主，是跟美国自主啊。所以说，美国人说，就如果说这条管道实际上就变成了什么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杠杆，所以美国人肯定要把它破坏掉。就一开始是阻止，然后恐吓。为什么美国要炸掉呢？我觉得可能是他在想，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冲突结束之后会不会再用？它其实不是针对俄乌危机，而是针对俄乌危机之后，防止俄罗斯跟德国重新再联合在一起。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后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这场冲突发生在欧洲，但是呢，对中美关系来讲，它虽然是一个外部性问题，但是对中美关系的背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加速了全球力量格局的演变和重组。那么在这种变化的整个大势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康先生，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避免这种出现两个平行的世界体系，也就是美国的这种阴谋，就是利用乌克兰危机去制造出一个全球的对华遏制的一个大西方，或者说一个这种两洋的同盟。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去年和今年年初要用各种方式去提出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去以此来赢得包括这个欧洲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这样一个理解和支持。